长得，一定是个美男子吧？啊？浓眉凤目，高高的鼻梁，哎，那个嘴唇啊，一定柔软的像甘甜的干豆糕。你怎么3句都离不开吃啊？太子的嘴如果真像你形容的那样，我闭上眼睛想想都觉得浑身发麻呢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太子的嘴唇呢，其实是薄厚适中的。他一笑的时候啊，会露出雪白的牙齿。他的笑容像春天的一抹阳光一样，看得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他的眼睛很亮很亮，他的鼻子俊俏而挺拔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心地善良、温柔体贴的男子。哎，我来。郑君啊，听你这么讲，你好像见过太子了。我当然见过啊！上次我去上林苑扫地的时候，恰巧太子啊跟司马良娣来赏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太子这么温柔体贴的男子。他注视司马良娣的眼神，仿佛这世上就只有司马良娣一个人。唉，可惜啊，这么年轻就病没了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你是不是爱上太子了？怎么会呢？怎么可能见一次面就会爱上一个人？那我岂不是要爱上很多很多人了？哎，郑君啊，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见过的那个萧玉萧乐师吗？我觉得他长得真的是很俊，尤其是他笑的时候，我的心都不会跳了。他跟太子相比怎么样？他怎么能跟太子的优雅高贵相提并论呢？可是我觉得萧玉真的是很英俊的一个男人啊！他微笑的时候，连太阳都会显得暗淡无光。可是他不笑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有魅力，有一种让我窒息的魅力。容貌出众有什么用啊？男人又不是花瓶，以盛装的美丽而存在着。男人啊，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，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气魄。女人只有嫁给这样的男人啊，才会有荣耀的幸福。懂什么啊？自己说。冯远啊，如果要是让你嫁人的话，你是愿意嫁给萧乐师呢，还是愿意嫁给太子呢？两个都嫁行不行啊？你找我有何事啊？奴婢是来为夫人解燃眉之急的。什么样的燃眉之急，我倒是想听听。如今太子痛丧爱妾，心意消沉，正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去抚慰。奴婢甘愿担当此重任，让太子重新振作。你还是真有自信呀！我就夸了你几句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有本事能迷住太子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想为夫人您分忧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孙子有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如果奴婢可以成为太子妃，奴婢就会为夫人效犬马之劳。奴婢不仅可以成为夫人的眼睛和耳朵，为夫人您收集消息，还可以成为夫人的嘴巴，劝说太子听从您的心意，这样夫人就可以安枕无忧。你说奴婢是不是对您很有用处呢？你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吗？你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，不光是你，就连你一家子的脑袋都休想保住。请夫人恕奴婢无礼，可是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唯有依靠强者才能生存。以夫人的美貌和智慧，必将明白其中的厉害。求夫人您将奴婢送到太子的身边吧，让奴婢可以成为太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这样夫人在宫里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牢靠了。够了！你这些僭越犯上的话我不想听，退下！夫人，奴婢区区出自于肺腑。放肆！你以后要好好的管好你的舌头，要不然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的奴婢，你知道撞的是谁吗？还不快叩头！这是公孙夫人，请夫人恕罪。免礼，一会儿带他来见我。是。对于这次选太子妃，你有多少把握？怎么不回答我？回夫人，奴婢自认为没有这样的福分。没有福分？是，奴婢曾经见过太子殿下和司马良娣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，可是可以看得出来太子殿下对司马良娣的情谊。现在司马良娣虽然病没了，太子正是最悲伤的时候，奴婢自认为没有能力可以抚慰太子殿下，更不能主动动摇他对爱情的忠诚。太子的爱情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，同时也关系到社稷的命运。如果因为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而置社稷于不顾的话，这种忠诚是不可取的。那难道连思念也不允许吗？那太子殿下岂不是太可怜了？身为太子，在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同时，也必须担负起与之相称的责任，这就是他的人生。作为他的妻子，应该是和他相知相伴的知己，在他彷徨的时候给予他安慰，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予他鼓励，帮助他成为一个英明果断的君主。你什么事啊？你闯到了本官的住处。周公公，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送礼？公公莫怪。公公，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哎呀，平常你这丫头呆头呆脑的，关键时刻还挺懂事啊。有什么事让本官帮忙啊？公公，我想求你，看在我这半夜三更送这么重的礼给你的份上，你能不能推荐我入选太子妃啊？这事儿啊，说难不难，说易也不易，关键是看你的诚意啊。不知道公公喜不喜欢？这就是你最爱吃的宝贝。啊、对，你赶紧自己拿回去吃吧。啊，我看你呀，这儿缺根筋，赶紧让你父母啊给你补上，恐怕这样在宫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公公，快去！毛大人，作画呢？毛大人，你的画画得真漂亮。毛大人，这是我所有的饼饵了，这些饼饵都是我平日里最爱吃、最舍不得吃的，我今日都把这些孝敬给你。我想求你，能不能把我画的倾国倾城、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呀？见你这么有诚意，哼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尽力帮帮你，啊，回去等信儿吧。真的？谢谢毛大人。那个叫毛延寿的画师啊，满口答应，他说我这一次入选肯定10拿9稳。
啊，那你都送了他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送了他我最爱吃的冰耳啊！现在想起来，还真有些心疼。不过为了我这一生的幸福，我想付出也是值得的，是吧？总之啊，你也别指望他能帮你办成什么事。我觉得他大概是糊弄你的吧。那不可能，他要是敢糊弄我，我跟他拼了我！哎，你送他什么呀？我才不干那么不光彩的事呢，赢要赢得体面。哎，小军啊，我突然吧觉得心里不大踏实，要不然你陪我去看看，看看他把我画成什么样了。这是什么嘛？这是我吗？这明明是一头……你收了我的鸡皮，你怎么把我画得这么丑呢？你给的那些廉价的礼物，我把你画成这个样子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这是谁呀？在家人子里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？人家给了1亿金子，我当然得把她画成天仙一样，这是明码实价。你不知道吗？毛延寿，你太欺负人了！你还我的冰儿！你还我的冰儿！我要撕了你这些没个良心话的话！哎呀，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敢撕我的画！我要禀告公孙夫人治你的罪！哼，你闭嘴！我们才要告诉公孙夫人你是怎么欺君罔上的。到时候，我们拿着画像和真人一对比，看看到最后受惩罚的是谁。我的画，哎呦，哎呀，天哪，太坏了！这么坏的人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！阿元，不绣了！阿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在跟谁生气呢？啊？为了入选，他去给画师和着水人送礼，谁知道被呛了一鼻子灰。随他去吧，发泄完了就好了。可是发脾气又有什么用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你们长得都那么漂亮，万一你们都被选上了，把我一个人留下，我怎么办？选妃子又不是画师和着舍人说了算的，不是还有公孙夫人吗？公孙夫人，我哪能跟她说上话呀？她肯理我吗？再说了，我一看见公孙夫人，我就吓得直哆嗦，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你说我还弄她干嘛呀？我扯了她，我不想了，不想了。哎呀，你现在扯了他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你这个人做事情怎么总是轻言放弃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我。阿元，阿元，公孙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让我成为觐见太子妃的人选吧！我一定会让太子喜欢我的，我一定会安慰太子受伤的心的。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。哪来的放肆丫头？你以为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接近太子吗？我知道，我长得没他们好看，可是我的身材绝对不比他们差。不信，不信，我给你看啊！他们都不知道。公孙夫人，我从来没有给他们看过，我只给你看。干什么？阿元，你疯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公孙夫人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按照规矩将你逐出宫去。啊！你回家好好闭门思过。公孙夫人，阿元少不更事，所有的罪过都是我的，请你饶恕阿元吧，公孙夫人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公孙夫人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无礼冒犯你的人是我，破坏规矩的人也是我。夫人，求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郑君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行了，做错事再痛哭流涕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吃的，
所谓宫廷，就是法度森严的地方。如果可以任由心性恣意妄为，还有什么神圣可言呢？夫人圣安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证明你向我说过的话，剩下的就得看你自己了。希望我没看错人。张婕妤夫人推荐的是廷芳阁的佳人子傅瑶，虽然她出身贫贱，但是人才出众，善于歌舞，又精通音律，这正是太子的爱好。所以说，佳人子傅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后宫8区人选已定，皇后殿下那边，皇后殿下非常关心太子的婚事，所以这次特别推荐了2名。他们是廷芳阁的佳人子王政君和冯源。太子妃的地位非同一般，才貌固然重要，但人格品行更是关键，因为她将要辅佐照顾的是未来的人君。入选了，再也不用做佳人子了。再也不用做佳人子了。真的吗，郑娟？哎，郑娟啊，你来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掐我一下。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我还以为我入选不了呢。我说你能行的，你就一定能行的。哎呀，坏了！我的祭品呢？我把祭品给剪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现在做也来不及了呀！郑娟，你帮我补的吗？以后别再这样毛毛躁躁的了。知道了。郑娟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我一辈子的福分。阿勇，阿元，祝贺你啊！不过现在说成功还言之过早，我们只不过得到了觐见太子的机会而已。我好不容易入选了，高兴高兴还不行啊！你净泼我凉水。有句话不是乐极生悲吗？我是好心提醒你的。谁说不会啊？你们2个都少说几句吧。你看，昭君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呢。我们4个，唯独他一个人没有入选，他是不是特别难过啊？肯定的。昭君啊，你要是特别难过的话，就哭一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昭君啊，你要是很伤心的话，也不要想不开做傻事啊。人各有志嘛。既然我没有当太子妃的命，那么老天爷一定对我另有安排。我没有什么想不通的。与其无精打采的过日子，倒不如自得其乐。是不是？我才不吃呢，你也少吃点。哇，郑娟，这块菱纹软起，好精致啊！哇，你绣的珠玉圆纹怎么比别人的整齐漂亮呢？郑娟，你的手也是10个指头，我的手也是10个手指头，怎么那么不一样啊？哎，你为什么把它绣在枕巾上啊？因为珠玉圆纹能赶走邪气，带来好运啊。听说啊，太子现在忧思过甚，我希望他有了这块枕巾以后，能够安寝入眠。你的心思还真是周全啊！这样的话，太子殿下想不注意你都难了。我怎么吃都不饱啊！哎呀，不能再吃了。我要是再这样吃下去，肯定会吃成一个大胖子的。我可不希望太子将来见到的冯源是个胖丫头，他肯定会不喜欢我的。
对吧？郑钧，求你给我帮忙，你帮我把这个饼耳盒好好的保管起来，千万不能再给我吃，行吗？那好吧，那就先放在我这儿吧。你想吃的时候再跟我要。不，我再也不吃了，我坚决不吃了。我现在啊，离皇后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离皇后不是还有几步之遥呢？我一定要坚持。平身。你做的香囊非常不错，在所有的香囊里，这是我最喜谢太子，请用。那。今晚的月亮好漂亮啊！从入宫以后，日子过得很没意思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过月亮了。每天闭上眼睛，再睁开眼睛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因为每天劳作得很辛苦，所以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啊，就发誓，将来一定要住进宫里来，过富丽堂皇的日子。你呢，郑钧？我当初进宫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，后来我碰到了你们这些朋友，所以我现在不觉得很孤单了。郑钧啊，那天在公孙夫人那儿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唉，你比我勇敢，也比我聪明。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你这么聪明能干的人，才有我这么没用的人老闯祸。可咱们俩居然能成为好朋友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唉，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到底谁会成为真正的太子妃？不知道。虽然咱们两个是好朋友，可也免不了要一争高下。这个世界怎么那么残忍啊？
来的是只有贵夫人才能坐的平车啊！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太子妃的话，以后就可以天天坐平车了。真的？对呀，我真是太紧张了，也不知道一会儿见了太子该怎么跟他说话。我做的极品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哎，郑君，让我看看你做的极品吧。自从看完你做的那个枕巾以后，我老觉得我这个特别丑。太子不会在意极品的，而只会在意做极品这个人的这份心意。哎，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给你看一下，就是看一下嘛，看一下啊，搁哪了？啊，搁哪了？怎么会没有了呢？我早真的假的？晨的时候明明是把它放在我的衣服里面的呀。不是吧？你平时是很细心的呀，怎么这个时候怎么极品丢了呀？再找一下，丢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，或者是不是还在住处，还是走的时候掉在地上了？会不会啊？那你也不要回去找了，现在找也来不及了。再说现在咱们的平车都来了，要不然你就别送极品了，反正也没关系的。对啊，郑君，卓公公，奴婢的极品突然找不到了，请允许奴婢回去找。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你还在这添乱啊？行了，你回去找吧，速去速回。是。你们赶紧按次序上车吧。是。走吧，我们等他也没有用啊，他找到自然会回来的啊。他能赶上吗？能。走吧。胡闹！我能等，太子能等吗？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家人子耽搁了时辰，太子怪罪下来，谁承担呢？你个丫头不知深浅，闭上嘴，赶快上车！快呀！你要是不等郑君，我也不走了。那你就别去了，你本身就是来凑数的，拼了命找了这么一个机会，拱手送给别人，随你的便吧。出发！郑君，你倒是快点！我们还真是有缘呐！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？来，怎么还是不肯开口跟我说话呢？我这个人就这么讨厌吗？也不算太讨厌，不过不太讨人喜欢。之前我所听过的评语都和你说的刚好相反，只要是女人，通常都会喜欢我，还愿意把我作为他们的知己。知己应该是善意和诚恳的，我从你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两种品质。你倒是很善于攻击呀！如果你去打猎的话，会是一个好猎手。我对打猎没兴趣，谢谢你的手铐。我该走了。哎，
这么着急赶路去哪里啊？如果你不觉得冒昧，我送你一趟。好啊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太子宫啊？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你好像不是太子宫的侍女。因为今天我要去参加太子妃的评选。哦，原来是要急着投入太子的怀抱啊！你在胡说什么啊？那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做太子妃呢？我希望能够为太子殿下做点事，像他那样温柔的人，不应该生活在痛苦之中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用身体劝慰他？你一定要侮辱别人才觉得痛快吗？哎，过来！放开我！如果你还想去太子宫，就跟我来。放开我！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谁还会想碰你这种受伤的猎物？哼！换上。来不及了，别等他了，赶快走吧，走，走吧。卓公公，王政君在何处？为什么看不见他？回禀夫人，现在他大概还在路上。如果他能够找得到路的话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他自己把极品给丢了，非要回去找，这怪得了谁呀？要怪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。难道就不能等他找到再上路吗？公孙夫人，这宫里的规矩，岂有让主人等奴才的道理？一会儿你就把这个作为极品送给太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出去。如果太子问你的梳子和衣服是从哪来的，你就说是避雨的时候经过一座宫殿，在里面找到的，让他以为是天意，知道吗？走吧。随我进去。怎么残忍？
郑钧，才来啊，我快急死了。头发乱了没有？没事没事，挺好的。你老不来，神仙都快被我拜反了。韩仁秀，你哪弄得这么名贵的衣裳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跟我还神神秘秘的。呀，你怎么穿了2只不一样的丝履啊？真是，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把裙摆拉下去盖上。怎么办啊？太子见了肯定会笑话我的。别说话。皇后殿下、太子殿下驾到！抬起头来。既然你们经过层层考验，才能走到这一步，就要将自己最优美的体态、最真实的性情展示出来，这样才能博得太子的喜爱。先将你们各自的礼物呈给太子殿下吧。太子，不要对别人的礼物视而不见，就是讲究礼节，也得有所表示啊。这把梳子是谁送上来的？哦，是奴婢送的。你上前来。
何穿着司马良娣的衣裳？一会儿你就把这个作为极品送给太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别提我。回禀殿下，刚才奴婢经过一座宫殿，因为身上的衣衫尽湿，情急之下发现了有女子的衣物，便换上了，实在不知道是司马良娣的衣物，请殿下恕罪。为什么不和别的家人子一起坐平车过来？在出发之前，奴婢发现自己的极品不见了，就请卓公公允许我回去寻找，所以没能赶上平车。你知道这把梳子的来历吗？这是我和司马良娣成婚当日，她所佩戴之物。梳子的另一半是我亲手掰断，随她一起入土随葬。回禀殿下，奴婢没有找到自己的极品，看到这把断梳就想把它送给殿下，其实是另有隐喻的。有何隐喻？此刻殿下的心，就像这把断梳一样，已经无法再复原了。治疗伤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，只有时间才能治疗心灵的伤口。希望太子能早日从悲伤当中振作起来。好吧，也许天意如此，那就选他吧。这双满含忧伤，却依然明亮的眼睛，一股温柔的暖流悄然注入心田，默默憧憬着随之而来的快乐和幸福。我就这样怀着幻想和期许的心情，踏上了另一段叵测的征程。然而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幸运，往往也意味着不约而至的无边的沉重。气死我了！倒霉的鞋！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你们几个到底谁选上太子妃了？哎，郑钧和阿瑶呢？他们怎么没回来？不会是一块儿被选上了吧？哈，哪有那样的好事啊？要是有的话，那连我也一块儿被选上了。冯远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你的鞋子四处乱扔啊？哎呀，能扔多远就扔多远吧。昭君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郑钧啊，真的是因祸得福。一开始他丢了极品，非要回来找我，说让他别回来，他非要回来，结果都没赶上平车，差一点就耽误了选妃。结果没想到他来的时候，哎，居然在躲雨的时候穿上了司马良娣的衣裳，还带着他的梳子。结果呢，太子一见就把他给选上太子妃了。太好了，郑钧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对啊，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还不如也去找件司马良娣的衣裳穿呢。一身破衣服和一把破梳子，就能够选上太子妃？我看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太子啊，相思病还没有痊愈，才会把郑钧作为替代品的。阿瑶，你是不是觉得郑钧的运气太好了，有点嫉妒啊？扪心自问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你想一想，我们几个一同进宫，一同受苦，一同跪在别人脚底下看人脸色行事，为什么他就可以荣华富贵一步登天，而我们几个却要在这个破屋子里面继续受罪啊？
可是咱们4个姐妹原来不是发过誓的吗？不管谁当了皇后，咱们都要照顾姐妹啊。反正既然现在郑君已经当上太子妃了，那我就信任他，我相信他会照顾我们的。做朋友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你饿不饿？你吃不吃平耳啊？不吃。皇后殿下，奴婢从前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请宽恕我对您的冒昧。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觉得和你这个丫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缘分。没想到你会做我的儿媳妇，看来老天还是非常公平的，没有让你白白吃苦。奴婢也很意外，能被太子选中。这是你命中的福气，没有人能挡得住。既然已经贵为太子妃，就没有必要称自己为奴婢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学习宫廷礼仪，不光是外表，还有你的心灵，都要成为一个高贵的人。我见识浅薄，还请皇后殿下多多指教。没有必要跟我行这套客套。我知道你自幼丧母，你的经历比一般的孩子都要坎坷。以后你就像我的女儿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跟我直说。皇后殿下，对我来说，最难过的不是在暴逝里受苦，而是看着朋友活活的被逼死，却束手无策。我以前想，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见到皇后殿下，我一定会为朋友洗刷不白之冤的。你说的是李媛儿吧？皇后殿下，莫非您早就知道啊？她坠楼的事传遍了整个永巷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跟她姑姑一样，都没能逃过张婕妤的毒手。皇后殿下，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不去追查呢？虽然我贵为皇后，永巷的奴婢都在我的管辖之下，可是皇上喜爱的女人，即使她是妖魔，我没有证据，同样无能为力。那就这样看着一个人被白白的害死，却置之不理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在你弱势的情况下，只有静心忍耐，才有机会打败你的敌人。皇后生存的道理，其实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词，那就是忍。其实这里包含着艰辛，只有你经历过之后，才能明白。我知道皇后殿下很辛苦，可是我还是不想放弃。日子久了，你就会知道了。永巷其实是一个女人的战场。当初是谁口口声声地祈求我，把她送给太子，说是能成为太子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。如今跪在我面前的，还是那个狂妄大胆的奴婢吗？夫人，若不是王政君鬼使神差的找到司马良娣的遗物，吸引了太子的心神，奴婢一定不会输。难为你还这么自信。夫人，奴婢求您，帮助奴婢接近太子吧。奴婢一定会成为您最有力的一个棋子的。
不服输。好，我喜欢。看在你聪明伶俐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子妃对今天的婚礼还满意吗？回皇后殿下，郑君只是一个平民女子，这是郑君见过的最隆重的婚礼。匈奴扰攘边境，皇上正殚精竭虑地解决危机，所以今晚不能来太子宫了。能和母后和太子殿下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对郑君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。但愿你能成为治愈太子的良药，让他尽快从相思病中解脱。来，不憧憬着美好的婚姻，可是20岁的我，在新婚之夜，是被当作司马良娣的招揽，陪伴在我丈夫的身边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我做了怎么样的努力，都没有融化过他的心，也没有得到过他的爱。
你醒了吗？进来吧。在下是太子宫的詹事，我叫尹夏。为了能使夫人早日适应太子宫的生活，我奉命前来指导太子妃，请你以后多加包涵。尹夫人，在我身边的这2位宫人将会陪伴夫人身边侍奉左右，如你有任何吩咐，请夫人随时差遣。首先，请夫人更衣。且慢，尹夫人，可否帮我换一些朴素的衣服来？太子妃的衣着必须高贵雅致，这是象征身份和地位。虽说你已过惯了低微的日子，但自从你进入太子宫的那一刻，就不要再留恋从前了。尹夫人，皇后殿下尚且装束简朴，我又怎可以穿如此华丽的衣服呢？所以烦劳尹夫人帮我找一些素朴的衣服来吧。起来，姐妹之间不必多礼了。阿瑶、阿元还好吗？昭君好不好？哪天我一定去探望你们。好啊！大大的奴婢，谁让你把手放在太子妃身上的啊？快向太子妃赔礼！尹夫人，你不要误会，阿瑶是我的朋友，是我不想让她跪着。太子妃不应该再和奴婢往来，他们只配伺候你。这个丫头身份低贱，她每次见你都应该跪拜，这是宫廷的规矩。尹夫人，我敬重您在宫中的资历，但是不应该随意羞辱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。更何况，我不希望因为我自己的改变而让我的朋友难过。恐怕就由不得你自己了。身为太子妃，更要恪守公德。来呀，送太子妃去见皇后，时辰耽误不得。都在等什么呢？啊，尹夫人，我启程便是了，请你不要为难我的朋友。阿瑶，时辰紧迫，改天我们再相聚吧。
就算心里面真的很难过，也不要随便离。女孩子的身体很脆弱，应该好好爱惜。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别忘了，我是个男人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可别后悔，不许害怕。我这个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是你害怕了，胆小鬼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夺走我最宝贵的东西。那你准备把它给谁呢？当然是给太子了，他才是这个王朝来日最有权威的男人。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，是你诱惑的我。我后悔了又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乱来。如果你敢硬来的话，我让你付出比死更可怕的代价。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，随时可以来这里找我。想什么呢？表情怪吓人的。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你疯了吗？这样吃会把身体撑坏的。你看你猴急的，恨不得把舌头都吞进去。怎么样，呛着了吧？来，喝口水吧。你也过来帮忙啊！他这个人啊，就爱自作自受。我就吃，不用你管啊！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管着吗？你看见了吧？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多管闲事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个大肥猪没人管你。你别再刺激他了。我就吃，我就吃，这种日子我吃坏了我。我干嘛老饿着我自己啊？我那么难受，反正我也没有机会了，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我就吃。哼，最失败的人就是承受不了失败的人。反正你就这么没出息。哎，我们少管他，我们走吧。吃啊，比什么都强。你千万多吃啊，衣服撑破了也千万别停啊！走，昭君。
走啦！你穿错鞋了！别再吃了。你就是太子妃王政君吗？是。虽说他之前只是一个家人子，也曾经吃了不少的苦，难得的是，他秉性始终如一，还是那么善良、坚强。太子妃不同于一般的嫔妃，她要帮助年轻的太子管理内务，给他清明通彻的生活，远离那些嫔妃间的纷乱之争，要使太子能够安心地料理朝政。这个责任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担的。政君谨记在心，无论多么艰难，也在所不辞。虽然你出身寒微，可是只有受过疾苦的人才知道珍惜。朕也在乡下住过，所以深有体会。你要好好去做，答应朕。是。祝太后身体健康，长乐未央。哎呀，罢了，每回老是这些套话，不嫌烦呐？太后，今日我是给您送礼来了，这是新到的散花绫，我给您预备了一份。无功不受禄，说吧，什么事要姑替你办呢？这个家人子，他叫傅瑶，可会伺候人了。我呀，想把他送给您，也好让您身边有个贴身的丫头。姑，不需要什么奴婢，找个人作伴，还不如这个猫儿子懂事呢。禀太后，奴婢或许没有您的猫儿子聪明。可是奴婢善解人意，如果太后不相信，大可让奴婢试一试。如果奴婢有一丁点不让您满意，您再把奴婢送回去便是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不给你个机会，倒显得姑不通人情了。那你就留下来吧。谢太后。留下来。你事事都必须按姑的吩咐去做，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哪怕是东边有个深水沟子，你也得给姑跳下去。知道吗？太后请放心好了，如果奴婢做的不能让您认可，奴婢必会做到让您认可为止。谁再给姑吃这些恶心的药，姑就要他的命！哎呀，这都好几年了，太后还痛恨吃这些药，每天摔7、8个碗才肯吃2、3口，这不简直要人命吗？还敢端药来！太后殿下，您误会了。奴婢呀，煮的可不是药，是桂花玉露。真的不是药吗？奴婢听冉夫人说，您一大早上就和那帮没脑子的奴才们生气，没心思吃东西。奴婢特地为您煮了这个。奴婢听说桂花玉露在夏天食用是最消暑的。
别说一个新来的丫头，就是给我做了10年以上的大厨子，十之八九还要挨骂呢。你有什么本事这么自信呢？您尝一尝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让奴婢喂你一口吧。太后，您要相信奴婢，不会欺骗您的。您试一试，真的很好喝的。怎么样？这个味道嘛，有点怪，好像很熟悉，又好像从来没吃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太后殿下吃惯了庖厨做的食物，对于奴婢的手艺还不太适应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奴婢真是什么事都瞒不住太后殿下的眼睛。太后恕罪，奴婢在桂花玉露里面放了您平时吃的药。你的胆子真是比天还大。平生骨最恨的就是欺骗。来人，把这个丫头拖出去斩了。奴婢什么惩罚都愿意承受，只要能够让太后康复，就算把奴婢杀了，奴婢下一次还是会这么做的。嚯，还挺犟啊！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在我生气的时候还敢顶撞我的。你真的不怕掉脑袋吗？每个人都怕掉脑袋，奴婢也怕死。可只要奴婢一死，可救得太后殿下，奴婢便死得其所。姑，就留你一条命。从明天开始，继续给我做那个什么，桂花玉露吧。是。太后殿下，您起来了，需要让奴婢服侍您吗？长相思，请太后吩咐。勿相忘，长相思，勿相忘。时间了，怎么连一点怀上皇子的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你在教坊殿里面，难怪你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其实啊，这对夫妻只是在表面上做做文章罢了。哎，我也不是一点风声都没听说。据说太子啊，只在新婚之夜宠幸过太子妃，以后连碰都没碰她。这替代品呀，终归取代不了正品呀。况且这太子还心系着司马良娣呢。咱们太
太子啊，可是宫里难得的最痴情的男人。那倒未必呀，只不过呀，还没有看到更具有魅力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太子呀，最留恋的就是司马良娣他娇柔妩媚的样子。哎，还有啊，在床上太子搞的神魂颠倒。哎呦，你说咱们这太子的喜好还真别致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再看那太子妃，除了那副冷脾气，哎呦，没有半点风情，根本就吸引不了男人嘛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教导他有多费力气呀，就好像是对牛弹琴呐。这个身份卑贱的人啊，就是难改身上那些粗俗的东西。哎呦，头疼啊，真是头疼！哎呀，参见太子妃，奴婢该死！尹夫人，何出此言？方才什么？太子妃难道真的没有听见？听见了。我只想告诫你们，拨弄是非的人，迟早也会被是非所拨弄。太子宫里面，谁招惹是非，自己吃苦。尹夫人，以后我还有很多事情向您请教呢。若是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您当面和我说，我自然会加以修正。妾身不敢，请太子妃切莫怪罪就好。我的个妈呀！差点没把我吓死。这伺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刚才臣妾打发他们离开了。今夜，臣妾想和殿下独处。殿下，殿下，您看上去有些疲倦，还是我准备的这些菜不合您的口味呢？以前昭兰在的时候，她每次都会想着办法，变着花样弄些吃食。比如说蜜汁莲子吧，把白白净净的莲子煮得酥软异常，再浇上滚热的蜜汁，嵌入几粒果脯，香甜软糯，食之口颊留香。哎，哪像这些肉糜荤腥啊！光是看一眼就没有了食用的胃口。你才刚刚跟随我，我的脾气秉性你还不习惯，也许是我高估你了，慢慢来吧。殿下，都是臣妾太粗心了，您是否尝一尝臣妾为您准备的粥再走呢？这是什么粥？龙须粥。不是招揽，却胜似招揽。殿下过奖了。我说的是这粥。
郑君幼年学过一点医道，龙须粥有暖腰膝、壮筋骨的功效，久食明目，轻身延年。这龙须粥不错。免礼。看到这么大的阵仗，还真会以为遇到什么贵人。原来是那个当初趴在泥巴里的丫头啊！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多大的改变，我还是我，你又何必挖苦我呢？当太子妃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快活吗？是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？我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当太子妃的。哦，那你是真的爱上太子了？他爱你吗？这不关你的事。说的也是。不过这身前身后跟着大把随从的人，眼睛里头却只有寂寞，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过得幸不幸福，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。是，在下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。太子妃如果愿意在太子耳边多吹两下枕边风，就是想要在下的小命也易如反掌。后宫的女人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原本我是来谢谢你那天在大雨中救了我。我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是福星还是灾星，但是拜你所赐，我才能当上太子妃，这是事实。可是你是这样的玩世不恭、冷嘲热讽的，我再也不想感激你了。你就是用比现在再凶狠10倍的眼光看着我，我身上也不会多出2个洞。今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，舌头让猫给咬着了？我只是在认真地看着皇后插花，不敢打扰你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我面前不要那么拘谨。我长了一副很吓人的样子吗？让你这么害怕？皇后的风姿亲切温柔，每次见到您，我都感到安心和感动。我不是怕你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您的尊敬。从我认识你开始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坚强的女子。眼泪可不属于你。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被风沙吹了眼睛。傻孩子，怎么连个谎也不会撒呀？你到外面去看看，那树叶连动也不动，哪儿来的风呀？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，不过你要给太子一些时间，才能让他看清楚你的好。男人呢，有一大半都要哄，哄着哄着就过了一辈子。你才刚刚几天呀？如果你才受了一点冷落就偷偷流泪，那往后可有你受的。怎么说，这也不像你呀。皇后殿下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请你教教我。无论我吃多少苦，我都能忍耐。可是太子殿下他是我丈夫，是我今生幸福的归宿。如果不能得到他的爱，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郑君啊，你很坚强，可是你这种长处，到男人面前就变成了你的短处。
因为男人只会爱上需要自己保护的女人，所以在你丈夫面前，不需要表现你的坚强。如果你把在我这里流的眼泪忍住，到他面前去流的话，你们的关系一定会比现在亲密得多。我明白了，眼泪会让你的美更加动人。你看这花儿，不也需要几滴露珠，才显得更加娇艳吗？多谢皇后殿下指点，我会努力让太子明白我的心意。太后慢走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谁把这面铜镜放在这里的？孤一定要杀了他！回禀太后，是奴婢放的。孤就料到长乐宫没有人有这个胆子。你这个该死的丫头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到底你是长乐宫的主人，还是孤是长乐宫的主人？来人！把这个丫头拖出去斩了！从今以后，孤再也不要见到她。拖出去，拖出去！太后，太后，奴婢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救太后心切。奴婢想彻底医好您的病啊！孤不想听你说什么。孤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知死活的丫头。你既然不怕掉脑袋，那孤就随了你的心愿吧。这面铜镜是孝昭皇帝送的定情信物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奴婢是大胆的推测而已。而您的病不也是由此引起的吗？太医告诉奴婢了，说您早年间不思饮食、夜寐难眠和头痛的症状，都是由于情志不舒引起的。常年间肝气郁结日久，伤及到肺脉，因此引起的咳嗽。太医还说了，如果您还这么大意不在乎的话，到郁结之气侵入到心脉的时候，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您了。太医怎么没有跟孤说过这些呀？他们每个人见到您，怕都怕得要死，还敢和您说这些。可奴婢不怕，也不能怕，因为必须有一个人和您说出事实。太后，奴婢求您了，听奴婢一句肺腑之言吧。如果您自己不打开自己心结的话，奴婢就算真的死了，也救不了您了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句句属实。孤的病真的到了如此的地步？句句属实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奴才，一个个白吃了这么多年的饭，还不如一个新来的丫鬟。下去吧。是。把铜
镜，给我放下。奴婢该死，把您给吵醒了。不关你的事，我睡觉啊，本来就轻。太后，需要奴婢陪您说说话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当皇后的那一年啊，才6岁。6岁的孩子懂什么呀？那时候我就知道缠着福临哥哥玩儿。我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10年献给了皇宫，献给了他。可是到现在，除了这面铜镜，我什么都没留下。什么都没留下来。太后，太后，奴婢求求你，求求您哭出来吧，您释放自己，这样的话您就轻松了，您别憋着自己了，奴婢心疼您啊！我哭不出来呀！太后。尹夫人，日前我去少府查过，说是你领走了一批玉器，可是我回太子宫却没有发现同样的记录。请问这批玉器去哪里了呢？因为近来事务太繁忙了，妾身一时竟给忘了，回头定然会把记录补上。哦，可是据我查验，和少府那边不相符的记录不止1笔2笔。尹夫人，我知道您是一个讲究规矩的人，那么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又是哪家的规矩呢？还是尹夫人您喜欢说一套做一套？要是你觉得忙不过来的话，我看呢，你还是回家休养生息去吧。太子妃殿下，求你饶了妾身吧。从前是我自不量力，对你不敬，都是我不好。求太子妃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无法兑现的承诺说出来也没有意义。如果你想让我再信任你，就要把你的诚心拿出来给我看。殿下，这是司马良娣从前伺候太子所用的石丹。妾身想可能对你有用，所以就特意替您留了下来。这不是蜜汁莲子吗？还有木棉虾仁、百宝山鸡脯、散兔耳、兰香乳燕、白莲鱼羹，这些都是殿下您爱吃的，胃口好，自然心情就会好。殿下，谢殿下。殿下是不是臣妾的菜肴？不是，不关这件事，是我今天心情不佳。那是因为朝里的事情吗？
朝里的事还轮不上我去操心。今天是我母亲的死忌。今天是大行许皇后的忌日，怎么没有人告诉臣妾呢？哼，宫里的人都很忙啊，忙着赏花，忙着逸乐品茶，怎么会有人记得先前的皇后？人一走茶就凉，灯一灭欢娱散，这从来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可是陛下他……父皇在我年幼的时候还记得母亲的死忌，每年接龙而重之。现在倒成了例行公事，尤其是宠上张婕妤之后，他就彻底把母亲给忘了。陛下不是那样的人，许是政务太繁忙了吧？男人都是这副德行的。以后，如果我变成这样，你千万不要感觉奇怪。殿下，您是有情有义之人，您对司马良娣的那份情谊，永巷的人都看到了。良娣是良娣，跟思念母亲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到今天为止，我都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母亲。我每一次只能在祖庙里对着她的画像去缅怀她。儿时听宫里的人讲，母亲是个勇敢的人，即便是她血不能止的时候，她也还向御医大喊：“别管我，先救孩子。”如果不是母亲坚持，今天做太子的人绝不是我。母亲是个勇敢的人，倘若时光可以倒流的话，我宁愿她撇下我不管。母亲，你是本朝最尊贵的女人，何苦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？殿下，你刚才的这番话，让臣妾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自从新婚以来，我一直有心冷落你，可你却事事处处为我着想。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么多事？殿下，我能够了解你对司马良娣的一份情谊，可是既然郑君已经成为你的妻子了，就愿意跟你一同分享心里的痛苦。我一出生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我长大以后，在皇宫里面看到的总是被嫉妒和怨恨扭曲的嘴脸。直到我遇见司马良娣，她是唯一一个让我可以放心接近的女人。可惜啊，她也死于姬妾之间的怨恨。我现在还能相信谁呀？殿下，我从小就见过我母亲的不幸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暗暗祈祷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嫁给一个我心爱的人，和他手拉手，和他真心相爱，一辈子永远都是那样，到百年终老时，两个人合葬于同一个墓穴，
时辰不早了，殿下早点歇息吧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原来殿下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。我叫王政君。本王经过此处，被你的琴声吸引。能够吸引太子殿下留步，奴婢感到无限荣光。你是何人？本王为何在长乐宫从未见过你？奴婢是太后殿下御封的才人，叫傅瑶，刚来长乐宫不久。你刚才所奏，可是庄周梦蝶？正是。素闻太子殿下精通音律，可否为奴婢指点一下呢？梦者，幻也。庄周梦蝶乃是琴曲中最能体现物我两忘境界的名作。本王刚才看你弹琴的姿势还可以，不过离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还差得很远。弹琴要只随心动，才能做到自然天成。殿下指点的正是，奴婢只是粗通琴技，对于其中的奥妙还未能理解。殿下可否为奴婢细细指点呢？萧玉，你跟随本王有多久了？从殿下被立为太子的那天起，臣就不离你左右。每次听你抚琴奏箫，在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，所有的焦躁和忧虑都会消散了。殿下过奖了，臣别无所长，唯一可以卖弄的，就只有这点技艺了。你又何必妄自菲薄呢？若不是你无心从政，就凭你广博的学识和聪慧的悟性，一定可以在朝廷里有一番作为的。官场上时时处处都要处心积虑的经营，臣还是喜欢闲云野鹤。没想到，萧太傅那么一个严肃古板的人，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儿子。他要我循规蹈矩，我便玩世不恭；他要我勤奋上进，我便得过且过；他要我当官，我就偏偏做个乐师。萧太傅在平原郡任太守时，他的原配妻子忧郁病故，那位就是你的母亲吧？所以你也因此一直同你父亲作对。你父亲打算派你去西域采月，他说，与其看你这样沉沦下去，倒不如眼不见为净。让你离开本王，本王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哼，看你着急的样子，我也舍不得爱卿啊。只是让我去说服父皇的话，倒不如你回家走一趟。我想这天底下没有父亲不疼儿子的道理吧。
我才不回去。去西域还是回家，都在你了。萧大人，请等一下。太子妃有什么吩咐？听说萧大人就要去西域了，是吗？果真是好事不出门呐。是殿下给你报的信吧？太子妃听说我这个混蛋就要滚得远远的，心里边一定很高兴吧？虽然我们不是朋友，可是您毕竟帮助过我，所以我上次说不再感激您，完全是气话。那件事还是尽早忘了吧。我是觉得那次尾生之约，我捉弄了你，才助你一臂之力。不需要感谢我，咱们两个扯平了。你这个人，为什么总是喜欢把自己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，而不被别人知道呢？不要装作了解我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不是朋友，在皇宫里根本就没有朋友可言。那些离你越近的人，你越要小心提防。哎呀，你睡着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弹得怎么样啊？站住！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的琴艺进步了没有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女孩子，只要你想做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就像你的手指，如果你专心弹琴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够奏出世间最美妙的音符。可是你偏偏要用它来争权夺利。恭喜你啊！你现在的造诣足可以俘获太子的心。可是得到他的心之后呢？你又会有新的欲望和折磨，永无休止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怎么流着血泪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就是要攀上最高的宝座，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。我的野心，你管不着。我当然管不着。以后这皇宫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会去西域与风沙为伍，让这华美的殿堂和肮脏的争夺都见鬼去吧！太子，找什么呢？像丢了魂儿似的。以前你是1个月来看我1回，这个月已经看了3回了，怎么突然惦记起我这个老太婆来了？啊，暑热潮闷，我是担心您的玉体。是吗？哎呦，这要是有这份小心，那石头都开花了。是在专门等本王吗？殿下，因为奴婢新学的一曲幽兰，想请殿下品评。你上次才习得水仙操，这过了半月又学了新曲。学琴的雅境是在于要循序渐进。殿下一听便知。
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听你抚琴之时，你只是有美妙的姿势，而没有琴艺。这才短短的1个月，你的进境飞速啊！技艺毫不逊色于一个普通的琴师了。你真是一个神奇的女子。你告诉本王，你是不是偷偷找了一位琴艺高超的师傅？其实，奴婢的秘密啊，全在这儿。这是何苦呢？奴婢日练夜练，把10个手指啊都磨破了，才觉得琴声悦耳了些。只要殿下可以夸赞奴婢一句，奴婢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奴婢的琴声可以为殿下解除烦闷的话，就算10个手指都磨烂了，奴婢也在所不惜。这么美丽的手，被折磨成这样，简直是一种罪过呀！哎呀，本王再也不许你弹琴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，本王要去给太后请安。臣妾可以一同前往吗？还是改日吧。太后喜欢静，如果你我2人同去的话，惊动的人太多了，徒增太后的烦扰。臣妾听说太后殿下身体欠安，臣妾更应该去探望服侍，以尽孝道啊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就一起去吧。皇太后殿下长乐未央。平身。听说你成了太子妃之后，做了很多有失本分之事。回禀太后殿下，臣妾只是以皇后为表率，做自己分内的事，恐怕是有人言过其实了。以皇后为表率，那就是说我这个太后太奢华了，难怪太子一趟趟的往我这儿跑呢。照顾好自己的丈夫，才是你最本分的事。这大热的天气，连这猫都懒得动弹，太子还要来回的跑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把太子宫搬来好了，省得这么来回折腾，再累出病来。回禀皇太后殿下，做晚辈的应该事事把长辈放在首位。正因为天气炎热，我们才更担心太后的玉体。不要说只是过来探望，就是日日夜夜伺候太后的饮食起居，也是为人子孙的义务。太子殿下去哪儿了？回太子妃，刚才看见太子殿下去花园了。5岁那年，我的母亲和姐姐全都离开了人世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又冷又饿，流落街头。天上下着漫天大雪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成了。那后来是谁救了你呢？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搭救了我才捡回了一条命。那位大叔虽然也很疼爱我，很照顾我，可是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母亲。其实本王比你更可怜。
因为我连自己母亲的样子都没见过。从懂事时起，伴随我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画像。自从我母亲离世以来，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她的人。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会觉得自己心里暖融融的。对你而言，或许我是微不足道的，可是对我而言，你的位置是无人能够取代的。殿下，膳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是来请殿下入席的。殿下。哦。好了，快点把这筷子拿起来吧，菜都要凉了。一个人的胃口啊，毕竟有限，吞不下那么多东西，分一点给别人，不是更好？你和他认识多久了？大概有1个月吧。我跟他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们在一起只是谈论琴乐，除了今天。郑君，你是不是心里在责怪本王？没有。其实我也明白，不可能完全拥有你的爱，迟早有一天会有别的女人出现，分享你的心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而且这个人又是我的好朋友。既然你们是好朋友，你们一定不会像其他的女人互相怨恨，你们一定会和睦的，对吗？只要是殿下的心愿，郑君一定会努力的。我就知道，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本王没有看错你。想不到你这个丫头年纪轻轻的，这心思啊，还不浅呢。太后殿下，奴婢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？请你严加指正便是。从你进入长乐宫之后，就早有预谋了。先是取得我的信任，再趁机接近太子。你心里的那个鬼主意，
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太后殿下，奴婢绝不敢心存歹念。奴婢所做的一切，完全是出自于对太后殿下的挚爱。奴婢很小便没了母亲，奴婢对太后殿下是用那种对母亲至诚至孝的心来服侍您的。太后殿下，您可不能误解奴婢啊！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总之我们俩遇到一起也是缘分。既然你对太子有意，那我就成全了你。太后，就算作是我送给你的一点人情吧。且慢，是谁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搬进来的？是我。阿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后殿下已经为我赐婚，这些用具和宫女都是我的陪嫁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更加亲密了，因为我们有了同一个丈夫。殿下，殿下，今天早上太后传诏给太子送来一位新的良娣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现在整个太子宫的人都忙得手脚朝天。虽说你贵为太子妃，是不是也应该去迎接一下？不必迎接，我已经到了。良娣夫人，今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吩咐吧。哪儿敢啊！我还牢记着您的教诲呢。从今以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慢慢报答您的。阿瑶，无论你是用何种方式当上良娣的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还能像从前一样手拉着手，一起守护着太子殿下。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我一定会牢牢地把握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。
萧大人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？以夫人眼下的地位，别说是舌头，就算是脑袋也易如反掌。夫人尽管请，在下的命随时可以交给你。好，你真愿意把你的命交给我？能够死在夫人这样的美人手里，是一种福气。你怎么不躲呢？你就不相信我会真的杀了你吗？因为我在心里打了一个赌，我赌夫人不会杀我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夫人如果要杀我，又何必亲自见我？从我今天见到夫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死，至少今天不会。我看这琴弦是故意有人弄断的吧？什么都逃不过乐师的法眼呢。你是一个机敏的男人，又有过人的胆识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？在下不久之后就要动身去西域，怕是没时间陪夫人玩了。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做点有意义的事，也算是此生无憾，对吗？对了，你知道太子妃是怎样的女人吗？太子妃，无从了解。她总是那么一本正经，你就不好奇，猜一猜一本正经的外表底下，隐藏着对男人的渴望吗？以你的魅力，勾引她现出本性，我想看到那个女人狼狈的样子，你觉得难吗？这些破事萧雨都做过，不怎么有兴趣。是不怎么办得到吧？哼，这种拈花惹草的事，连你萧玉也办不到了。夫人这是在激将啊！可不是嘛！一个人忙活了半天，最后还要孤身上路，而这个时候正是大好的时机。太子的心已经被我牢牢攥住了，那个人正在空度寂寞呢。恐怕夫人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吧？秽乱宫禁是死罪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也会身首异处。在下为什么要冒这种险？萧玉，你身为光禄勋萧望之之子，不在朝为官，却甘愿做一个区区的太子庶子，是为什么？为了追求危险的刺激，为了太子的欣赏，奋不顾身到鲁莽的程度，甚至不惜把自己推入炽热的火焰中。我们两个属于一种人吧？如果你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我保证，没有人可以伤害得了你。而且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听上去是很诱人，可我不喜欢受制于人，诱惑也是一种控制。你别不识抬举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过，我能够抵抗任何东西，诱惑除外。我也对那位太子妃很好奇，她看起来很顽固。越是难爬的山，越能吸引人去征服。那这么说，这个赌我们打定了。
我得先看一看，值不值得我去赌。你要是失败了呢？任你处置。那样的话，你就变成公公了。到时候啊，我还可以破例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专门伺候我。成交。我会很快来要我的报酬。你说，到时候会是你属于我呢，还是我属于你呢？不论什么结果，都会很有趣。下个月底我就起身去西域，现在我得和时间赛跑。日子果不其然变得有趣起来了。长乐宫才人傅瑶拜见皇后殿下，臣妾昨日刚刚由太后赐婚，做了太子的良娣。太后赐婚，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哦，母后，匆忙之间没来得及禀告。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求太后殿下赐婚的，请您不要怪罪阿瑶。姑本来还担心你过于思念司马良娣会憋出病来，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。无论你娶多少良娣孺子，这都是你的自由，我也无法干涉。可是郑君是你唯一的储妃，这一点太子一定要牢记。是。既然太子忙着体贴新良娣，我就把郑君交给你了。是，郑君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尽管到交房殿来找我，就是搬过来住几天也是可以的。走，陪我一起去看看他们新送来的韩人秀。是。殿下啊，奴婢请求你准许我去长乐宫侍奉太后。哦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难道你在太子宫住不惯吗？你今天也看到了，皇后她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与其日后成了她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倒不如我自己知趣的离开呢。你喝茶。皇后与郑君相识在先，自然对郑君有一份眷顾。只要你拿出侍奉上官太后的耐心和细心来，一定会赢得她的好。会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皇后和太后是不一样的两种人呢？万一有一天有人在皇后面前说我的是非，讲我的坏话，那无论我怎么做，我相信皇后都不可能被我打动的。若是有人敢在皇后面前进你的谗言，本王第一个不会饶他。阿瑶，你不用怕。皇后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，但是对我比亲生的儿子还要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去说服她的。殿下，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既然皇后她喜欢郑君，我觉着倒不如让郑君去说，会比太子殿下管用一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还是你的脑瓜聪明啊！由郑君去说自然好，只是有些为难他吧。太子若不好开口的话，就由我亲自去说。他同我情同姐妹，我相信他是不会推脱的。也好。
阿影，原本啊，姐妹之间是不需要多礼的，可是礼多人不怪嘛。何况我还有事相求。阿阳，别这样，赶紧起来吧。郑君，你先我一步入主太子宫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尊称你为姐姐吧。在礼法上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知无不言的。那天觐见皇后，她好像对我有所误解，不知你可不可以居中调解一下，来缓和皇后对我的敌意呢？好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呀一定会向皇后进言的。姐姐，凭良心讲，你有没有妒忌我呀？不要说是在皇宫里面，就是在民间呀，男人有个3妻4妾的，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怎么会妒忌你呢？您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。一开始我是觉得有些突然的，希望以后我们2个能够和睦相处。只要太子和姐姐对我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太子呢是个明白人，我相信他是不会为难姐姐的。傅瑶眼神中潜伏的欲望令我不安，那是一种猎人在捕捉猎物时才会流露出来的贪婪、狡猾和热切，而他的心就像一座阴郁深沉的迷宫，使人无法坦然地交付出信任。常言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皇后殿下看不惯我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鲁莽耿直的性格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多多收敛我自己，好好向您尽孝。但是，只要是利于皇后殿下的忠言和良药，我还是会大胆献给您的。宫里的人都把胆子藏着，不敢露出来。你倒是很特别，不过你要留点神，别让胆儿顶着天，把天捅破了，那可就不好收拾了。皇后刚刚那番话，是在责怪我口无遮拦吗？可是我真的别无他意，只是想表现我的诚心罢了。水滴石穿，只要你不断的努力，皇后总有一天会接受你的。想想从前做家人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可总不至于担那么多心呀。其实啊，得失之间是很难去衡量的。有的时候表面的风光，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酸。粗茶淡饭，也有淡定的满足与快乐。所以呀，一切要把心放平了才是。哎，萧大人，好久没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多谢夫人关心，在下安好。在下与2位夫人相识一场，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请尽管开口，在下定会赴汤蹈火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在太子妃当选那天，是由你亲自送她来的。难道说你们之前就有过来往吗？那天啊，我心急如焚，幸好萧大人好心相助，才让我及时赶到。
其实一切只是凑巧罢了。太子妃能够当选，完全是她自己的运气，在下只是充当了一回车夫而已。哦，那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机缘凑巧，还是命里注定呢？老太婆，你挡我路干嘛呀？哪儿来的野丫头啊！明明是你挡了我的路。你不认识我了呀？好啊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想起我了吧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竟敢连本夫人都打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今天你别想走，我饶不了你！你敢打我？让你敢打我！看我教训你！住手！住手！还不快停手！叶夫人，你不觉得失礼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太子妃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这个理。这个死丫头就像是拔了牙的疯狗一样，她到处乱咬。你看看她把我手给咬的。先出车打人的也是她。哼，她到底有什么样的靠山替她撑腰？她这样不把人放在眼里。阿元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你看他这一副母老虎的样，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谁敢欺负他呀？这里是太子宫，你们扭打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叶夫人，阿元呢是我在做佳人子时的好朋友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请您多担待。反正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太子妃说什么，奴婢也只有听的份儿了。嘿嘿，阿元，哼，嘿嘿，劳驾太子妃亲自为我梳头，天底下这么有福气的人，也就我了吧？别乱动，你呀也实在是太胡闹了。在前殿跟尹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是真把她得罪了，以后呀有你的好日子过。有你给我撑腰，我怕他干什么呀？他那么凶，咱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将来你这太子妃还不得看他脸色行事啊？以威力震慑别人，那只是表面的现象，以德服人，才能真正的抓住人心。反正大道理我讲不过你，但是我知道，对付那种卑劣的畜生，就得用鞭子。阿元，我真是为你担心。你看你的脾气，尹夫人她不敢为难我，但是她却可以随时随地的对付你，你知道吗？说得对啊。那怎么办呀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余地了。那就算我现在回去跪地跟他求饶，他肯定也不会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救救我吧？我可以把你调到太子宫里来做事情。真的？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别再招惹是非了。尤其是尹夫人，就算她主动针对你，你也要学会忍让。我都听你的。以后那个尹夫人就算踩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不吭声。太好了！你真的听进去了吗？我都听进去了。这下我就不用再回廷芳阁受气了。这下你就开心了吧？我听说尹夫人被打了，我还在想是谁这么大胆呢？果然是阿元啊！怎么你们姐妹两人在这亲热，也不叫上我啊？还说是好姐妹呢？你自己不也偷偷摸摸都当上良弟了？都把我们蒙在鼓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阿瑶啊，你是怎么把太子勾引到手的？我们现在身份悬殊，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啊！这才几天啊，你就拿身份来压我？你要论身份，那郑君还是太子妃呢。你姐妹之间别提什么身份了，无论我们的地位怎么改变，我想我们的情谊都应该不会改变的。
我们3个人要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够在后宫里面站稳脚跟。难不倒顾。年年起更，我没有缺席过。我第一次府礼，陛下就跟我说：“王者以民人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”郑君谨记皇后教诲。皇后娘娘，你也教我怎么扶犁吧。皇室起更是高祖立下的规矩，凡有地木耕者，务在4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知礼节；衣食足，则知荣辱。一心不可二用，二用必会摔跤。萧大人，如果我和姐姐同时落水，你会先救谁啊？阿瑶，你怎么说这么无趣的话？这是无趣的话，不过是个玩笑而已嘛。你说呀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如果真发生这种两难的局面，我会先救傅夫人。不过在此之后，我会陪太子妃一同服药。人家不吃你那套，你怎么办？现在只是开头，不要着急评论。坚硬的冰川下面，常常是湍急的流水。你认为你可以在这么一个倔强的女人身上得到快乐吗？就像她的穿着一样，她说话永远是那么沉闷和单调。你在嫉妒的时候，看起来最美。嫉妒？可笑！我会嫉妒一个不如我貌美的女人吗？女人的美貌固然吸引人，但是智慧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，却更能激起男人的兴趣。雪山和沙丘，你说征服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呢？
告太子妃，金马门那边的公公说皇上已经下朝了，想必太子很快就可赴七夕之约了，请夫人沐浴更衣。萧大人以为太子殿下此番琴曲如何呀？琴声却微妙旷远，意切还委婉轻妙。萧玉啊，萧玉，此曲本王七夕写来给傅才人而已。叫你这么一夸，似乎要成流芳千古的名曲了啊！来。太子殿下才思敏捷，有感而发，寓情之深，实乃感人肺腑。这么说来，臣妾要先谢过太子的错爱，还要感谢萧大人琴声入情，才能如此感人肺腑呢。阿瑶啊，既然萧大人盛赞此琴谱，那你抽时日要多加练习啊。改日本王再来与你花前月下，形影相随。殿下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本王答应与郑君一同饮宴，时辰不早，该动身了。阿瑶，哎呀，本王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郑君是本王的太子妃，七夕之夜，哪能让她独守空围呢？再说，本王与她也是有言在先的嘛。太子殿下所言极是，七夕之夜，乃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时，而郑君也是你的正室妃子，不像臣妾卑贱低微，得太子殿下忙里偷闲谱曲慰藉，理应知足，又岂敢略美呢？阿瑶啊，此番说辞倒是叫本王左右为难。本王何尝不想与你形影相随，朝夕相处啊！殿下，只管放心的去吧。臣妾独自一人，虽说难免夜色凄凉，可臣妾还是会时时刻刻感念你我这番夫妻之情的。殿下，你若真舍不得留下臣妾一人的话，臣妾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好，好，好，说来听听。太子可命人将新编的琴谱诉送太子妃，就说是太子亲自编的，当下弹给太子妃听，并说是太子因政事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，只得以琴声慰相思。以太子妃的温厚贤淑，一定会感念在怀，自然也就不会再埋怨殿下了。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只是这琴谱是本王为你所作，你不会介怀吗？臣妾固然是舍不得，可臣妾更不愿看到太子殿下为臣妾为难嘛。也罢，就依你所言。可是该谁去呢？萧大人啊，这永巷里还有谁能奏出太子的心意呢？对，萧大人，有劳你走一趟太子宫吧。遵太子殿下旨意，下官这就去。太子宫出入严谨，为避人耳目，你就用本王的座驾吧。是。来了，回夫人，太子
殿下来了。臣妾恭迎太子殿下。它才是真正的雪山，虽冰冷，却高雅而纯洁。扶摇才是沙丘，表面是山而不牢靠。太子殿下忙于朝政，仍不忘为我作此琴谱以慰相思，令本宫动容不已，让萧大人见笑了。其实琴声并无主人，不过听者大多愿意寄怀其间，感念良多罢了。此琴谱乃太子殿下忙于朝政，未能负七夕之约，专门写给本宫的，怎么叫琴声并无主人呢？太子殿下精通音律，而本宫在音律方面实在是知之甚少，以后本宫还要多多学习。萧大人以为呢？想不到太子妃如此重情。刚才的话，当下官没说过。萧大人，把琴谱拿来，还不赶紧拿过来？不管这琴谱是写给谁的，能在七夕之夜听到太子的心声，也是我做太子妃的荣幸。夫人不必介怀，不就是琴谱吗？夫人要是喜欢听，下官可以每日为夫人谱新曲。大胆！还不赶紧退下！夫人保重，下官告退。如果酒果真能一醉解千愁，下官愿与殿下一醉方休。谁可以料到，太子殿下竟然把一头狼引到自己家门来了？如今深宫寂寞，
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？还是看开些吧。一个七夕算什么？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永巷是最多情，也是最无情的地方。看到你这样，我也恨我自己，会不该当初把你送到太子面前。要知道，朝夕相守、双宿双飞的夫妻情爱，从来与帝王之家是没有缘分的。